上期视频有说到篮球系列游戏，那今天本 UP 主就跟大伙聊聊10年前火爆一时的另一款篮球游戏。大家好，我是 Moonbear， 一个专注于讲故事的游戏评测博主。街头篮球是以篮球斗牛运动为主题的一款 3D 休闲类网络游戏，由韩国著名网游公司 JC Entertainment 开发，天游集团引入中国。等等，这个游戏的英文名字为什么叫 Freestyle？ 你会 Freestyle 吗？原来啊，这个词在还没有中国新说唱之前就已经火了。说句实话，等等。说句实话 ，Who can do it like me? Who can do it like me? 说句实话 ，Who can do it like me? Who can do it like me? 说句实话 ，Who can do it like me? Who can do it like me? 说句实话 ，Who can do it like me? Who can do it like me? 当你开始对我失望之后，我的创作都靠酒精，让暴雨把我淋得湿透。他们说我开始变得走心 ，God damn。跑题了，不好意思。不过还是得说句实话，在浏览器下载这款游戏的时候，发现英文名字是 Freestyle， 确实是让我想了又想，为啥一款好端端的篮球游戏要叫 Freestyle？ 直到我打开百度才发现，原来是这样和这样。原来是 Chris 错误地引导了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对这个英文单词仅仅只有即兴说唱的理解。言归正传啊，本着怀旧的念想开始了 Freestyle， 本着怀旧的念想开始了街头篮球。进入游戏的第一件事情还是建模，不过这不算是建模，只不过是供你6个球员位置去选择，分别是中锋、大前锋、小前锋、组织后卫和得分后卫。游戏可能是觉得5个常见的位置没什么可玩性，还有一个摇摆人。决定好位置之后，可以适当的调整那么一点点身高会影响各个属性，感觉和 2K 的建模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相似哈。但是游戏的所有角色身高偏低，更偏向于普通人出门打打野球的感觉。进入游戏界面的第一眼，就是被这眼花缭乱的界面和活动搞懵。自打我退出逆战之后，就很少见到这么繁琐的游戏界面了，但是可以领一大堆不知道有没有用的东西。就我而言，我觉得最有用的还是这个新更装扮卡，然后我就给我的角色换了个行头，我直接宠入变成了 Juice。换装在游戏里一直都是很受青睐的一部分，而且有一说一，整个游戏的画风给我一种非常舒适的动画感。游戏采用 3D 卡通风格，画面表现利落明快，充满街头嘻哈味道，特别是主界面2次元画风丝毫不逊于 2K 系列的3次元画面表现力。游戏玩法的话，本作看上去确实是没有什么很独特的机制，简单的按键操作，有投篮、过人、背打和传球。当攻防转换时会变成另一组功能，和正常人理解的篮球游戏大同小异。当然，这款游戏当时这么火肯定是有原因的。在反复查看技能机制后，发现每个位置都有专属的技能，对比一阵过后，这个滑行阶段独领风骚，我是真没有想到有一天真的在篮球里实现滑铲，C 罗看到都得摇摇头吧。然后就是翻滚过人，倒地、翻滚、救球之类，只有在接球才能看到的技能包。这也很符合游戏名字的理念，不需要真实，只要动作够炫酷、够街头，就能满足玩家对接球的向往。而且有必要跟大伙提一嘴的是，街头篮球没有投篮条，没有投篮条，没有投篮条。重要的事情说3遍。在上期视频提到过的 2K21 投篮条的问题，但这款游戏对投篮的把控完全在你对自己投篮实际的把握，可以凭感觉玩游戏，也可以看投篮手型。反正如果没有投篮条还投不进篮筐，那也真别怪人家 2K 制作组。但其实我个人认为，本游戏对投篮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机制，也许还是为了让玩家体验到爽感。大部分玩家更倾向于自建大前锋体验扣篮。游戏里的大前锋是只要有空间，不管多远都能够起扣的存在，而且每次扣篮之后的清脆声、进球特效和画面震动无疑都是本作的一大特色。这一点我只在 Online 1里深有体验过。看看那些飞天遁地的大前锋，真的很像当年那个摘星捞月的傻分。最后评价一下游戏的积分机制，也就是游戏币。积分可以通过任务和活动获得，比较简单。
获取的积分可以购买少量服饰、技能包和道具，而且服饰方面相当不错，就只是粗略的看几眼就看到很不错的套装，还有一些版权球鞋，例如 Air Zoom、Dunk 系列和很多球星专属。如果你有兴趣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又恰好是球鞋党，那你一定会对这一点好评。很好笑的是，在我游戏的第一把2v2对局里，我向队友打字说明我是新手，并且要带我时，他竟然很惊讶地发出了问号，并且说这个游戏竟然还有新玩家。对啊，毕竟匹配进入游戏后，除了那些高氪玩家，在仅仅连排了好几把对局之后，发现原来还一直在坚守这个游戏的那群人，都是当年那群热血的少年。其实说打这个游戏是为了爽感，为了娱乐休闲，倒不如说这些老玩家是想找回当年几个好哥们一起游戏的感觉。毕竟对于成家立业，又或者说已经背负重任的大男孩们，心目中总有一款揉杂着青春与回忆的游戏。回头来看，对屏幕前的我们来说，其实接蓝更像是一款复古游戏。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你们这么好看还来看我。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这将是月亮熊为你们制作下期视频的动力。